有一种变丑叫做灵气消失。什么叫灵气消失呢？就是你的五官好像都没啥变化，但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变得懒惰，目光呆滞，提不起精神，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总是感觉很疲惫，灵气看不见，但却能够感受得到。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灵气，或是发现身边的某个人气场暗淡了下去，往昔的灵气风采不在？人为什么会随着长大渐渐失去灵气的呢？你知道吗？人类最大的挑战不是疫情，不是战争，而是我们自己的精神问题。你有信仰吗？你有追求吗？你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死亡和成长分两种，第一是身体，第二是灵魂。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年轻人在游戏和娱乐中沉迷，成年人在直播和短视频中放纵，大家都在沉溺于眼前一时的快乐。人们正在抛弃一切深刻的东西，包括文学、哲学、思想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太深刻太沉重了。人们转而寻找可以麻醉自己的东西，让自己快乐。大家越来越沉溺于短平快的刺激，不再追求价值塑造。冷静和理智总是被嘲笑，宣泄与谄媚却成了主流。巨婴无处不在，资本无孔不入，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被不断剥夺。那些靠情绪武装起来的正义感，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的谄媚与不思考？什么是灵气？什么是力气？如何拥有？获得升起自己的灵气？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今社会科技如此发达，人们物质上的痛苦已经越来越少了，然而精神上的痛苦才刚刚开始。为什么人们会越来越焦虑？放眼望去，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出乎意料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的心始终悬着无处安放。从现在开始，人类发展驶向新的快车道，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科技创新的迭代不断加快，数不胜数的新功能产品让人目瞪口呆，各种传统观念被挑战，人们的三观被摧毁重建，道德底线被不断击穿。与之相对应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将越来越迷茫，绝大多数人都找不到人生的坐标和意义，只能机械式的竞争和奔波。焦躁、偏激、厌世、消极等各种负面情绪充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再来看一组可怕的数据，世界人口的 25%， 即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某个阶段出现精神障碍。如今全世界有近10亿人患有精神障碍，每40秒就有1人死于抑郁自杀。人类未来的最大的挑战根本就不是人工智能，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癌症，而是人类自己的精神问题。如今很多人正在异化成一种奇怪的生物，没有理想，
没有自我，如同一只只行尸走肉，成为只会赚钱的机器，孤独寂寞又空虚。他们整日忙忙碌碌，其实内心早已死去，生活在绝望的平静里。未来心理变态，精神分裂，抑郁，压抑的人会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一个随意的行为就会将他们引爆。而我们身边到处都是这种炸弹，生活简直就像十面埋伏。直播把传统生意搞乱，短视频把人的思想搞乱，算法把人的选择搞乱，互联网就是要把一切都搞乱。乱才是未来的主流。社会的商业越繁荣，人们就会越焦虑，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制造和贩卖焦虑。比如教育机构在制造升学焦虑，整形医院在制造容貌焦虑，房产中介在制造买房焦虑，保健商家在制造健康焦虑，培训机构在制造知识焦虑等等。未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会神经错乱。18世纪改变人类的是物理学，工业革命开始了，生产力化时代进步。19世纪改变人类的是生物学，各种医药和医疗技术的诞生，延长了人类的寿命。20世纪改变人类的是计算机，信息革命打破了传统社会运转的规律。21世纪改变人类的是哲学，人类精神陷入一片空虚，心理问题爆发，唯有心理学和哲学才能拯救人类。未来劳动将成为一种基本需求，而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因为未来如果一个人不去生产劳动，他将找不到任何生存的意义，从而引发精神上的极度空虚。这种精神上的空虚才是每个人最需要提防的问题，它将使人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无助。如何让自己的灵魂觉醒？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最担心的是生存的问题，比如吃不饱、穿不暖、没地方住等等。而当社会物质繁荣到一定阶段，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存在感。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活着就像一具行尸走肉，灵魂无处安放，像幽灵一样游荡？因为他们在时代的断层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感。唯有不断劳动和创造，才能使一个人精神和灵魂上充实起来，才能让一个人找到活着的意义。社会在飞速发展，而人的智商却在急速退化。互联网步入了算法时代，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之前互联网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任意挑选，这是选择改变世界。而在算法时代，互联网可以根据你的行为算出你的喜好，然后直接把你的最爱推送给你。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费心地做选择了，人变得越来越懒，甚至都已经懒得选择和辨别了。这是推送改变世界。如果说工业革命解脱了人的手脚，那么信息革命将解脱人类的大脑。未来的人类不需要有思考能力也能生存，
人变得越来越懒于思考，也就意味着人变得越来越愚蠢。未来的人只分成两种，第一种人，绝大多数人，他们就是芸芸众生，属于被算法型的，彻底放弃了独立思考能力，每天刷刷短视频，看看直播，玩玩游戏，抢购山寨产品，充当社会的吃瓜群众。这种人也只是社会资源的消耗者，他们对社会的唯一的贡献就是顺应了算法机制。第二种人，极少数人，他们少之又少，算法不能理解他们，推送的东西他们也毫无兴趣，他们高度自律，时刻都在精进，他们掌握了社会的真相，左右了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极少数人才是社会的引领者，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愿你能成为这极少数人。3. 内观己心，外察世界。什么是灵气？灵气始于年幼的孩童，最是无忌，最是天真。对于世界，孩子是软弱和稚嫩的，但是对于孩子，世界如搭积木般的质料堆砌，是清晰透明的。他不需要去明白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掩饰，他只需要表达内心的直观，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成人的世界离他尚远，他不需要去懂那些灰鬼绝诈，他只需要凭借着天生的灵敏说出谁善谁恶，而这个时候的判断往往是最准确的。那么成年之后的灵气又是什么样的？说到成年人的灵气，人们最先想到的是眼波流转，惊鸿一瞥的美人。一个端庄的美人加上一点灵气，就可谓佳人。佳人最难求，漂亮女人本身就是稀缺资源，灵气美人更是稀有的尤物。蔡澜说过，样子普通但有股灵气的女人最值得爱。一个普通相貌女人的灵气不一定通过眼波流转来透出内心的聪慧，而在于她做事灵敏有分寸，在于她善解人意识大局。这样的人敏感而坦然，他能觉察别人的为难之处，又能妥善处理。外貌是灵气的具象，灵气更深地表现在人的灵敏度上。一个人的直觉越灵敏，就越有灵气，而这种灵敏就在于不受外界浊气污染。这个时候直觉就越发达，灵气越足。我们如何守住最初的灵气？灵气像是一种天生禀赋，有的人年幼就愚钝，这股灵气哪怕只一点，随着长大也消失无有。有的人天生灵气就足，且能凭借强大意志始终保持，而这种保持是一种对外界不妥协的倔强，也是一种坚守本心的纯真。年少时期的灵气是不需要学习的，而成年之后的灵气是一种依然与年少时相似的天真烂漫又古灵精怪的气质。要学会简单，复杂的灵魂守不住灵气。简单是对于我们自我内心的探索，不让外界的纷杂扰乱我们的节奏。一个人只有深入到自我内心的探求，以小见大，才能明白大千世界的构成。
明白了外界事物的浩瀚无穷，才能明白内心世界的缜密和微妙。简单是在生活方式上的简朴不奢华，是一箪食一瓢饮的满足感。有灵气的人，你看不到他身上有蓬勃的欲望，他好似轻松地享受着生活的惬意，没有所图，亦可无恼。怨气会败坏一个人的运气，也会消磨一个人的灵气。有灵气的人有一种对生活无所畏惧的天真，说是看透，倒不如说是不放在心上。远离带有戾气的人，对于不愉快的事放下怨气，寻找接近本心的处理方法。学会独立思考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训练的能力。独立思考才不会随波逐流，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被世俗带着走，就保有最初的本真。我们可以通过读书去培养气质，去挖掘内心最初的呼唤。通过读书学到知识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去认识世界，去了解人心，去重新发现那双孩童般看世界的眼睛。有灵气的人不会表演，他的举止就是他的内心对外的真实表现。这就是正觉。人心越澄明，人的智慧越高，智慧越高，越容易透析事物的本质。灵气是一种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好奇的活泼，这一颗活泼的心是热情又天真的。归根到底，灵气不是一种粗浅的外在表现，它只能通过内心感受得以领会，却又不自觉地在举止中流露，就像星星点灯般，内核是亮的，纵然四周黑暗，也能在忽闪忽闪中被认出。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为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开启自在之门，山中树有灵秀，兀自拔高，仿佛独享阳光雨露冲入空中。这是一棵树汲取了天地之灵而成己之长。人作为万物之灵，较之其他动物本就集聚所有天地灵气于一身。人来源于自然，本应具有天地之灵，只是许多人逐渐地丢失了。怎么去除戾气？戾气就是暴戾之气。一个人由于他的心地不正，所以他身边有一层灰蒙蒙的能量围着他，这种灰色的心地自动吸引了戾气笼罩着他。那怎么去除戾气？4个字：以戒为师。道教提倡的以戒为师，这个戒并不单指道教的戒律，更可指一个人的正气，或是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你的生活态度是阳光、纯正的吗？还是猥琐、阴暗的？所谓的戒就是一面镜子，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反馈你。我们只要在心里面生出一点阳光来，把负面的思想统统放下，努力活得阳光、纯正一点。一个人所有的行为，所有自内而外的言行，都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决定了你的命运。那么，你足够阳光吗？心里足够健康吗？具体到生活中，戾就是逆，逆的反义词就是顺，所以要消掉戾气，
必须要从为人处事的方式开始，正心意，顺父母，尊上司，敬长辈，礼平辈。脾气和力气可不是一回事，脾气是性格的外在体现，力气却是境况的外在反应。概括起来，人生之不如意大致有2点：一，想要做的事做不到；二，不想做的事做不完。戾气说白了就是自己对想做的事无能为力而激起的愤怒，表面上冲着外界，实际上加倍落到自己的头上。戾气越大，人越易怒，越易生气，则越有戾气。不想做的事永远做不完，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无奈。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去做。自知者无戾气，戾气少了，运气自然也就好了。读书可以养颜，读书可以长精神，读书可以改容貌。清代曾国藩就曾经对此有过一番高论。他对儿子曾纪泽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改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一个人安静地读书，久而久之就有了一种气质，那就是静气。一个人原本表情比较浑浊，读书既久，慢慢地变得清秀起来，那就是文气。一个人原本比较木讷的表情，可因为读到书中非常美丽的句子，表情就有微微的愉悦，这就是秀气。一个人因为读书有了一种更好的想象，他的神情往往透露出来的是一种迷人的令人神往的表情，这就是灵气。一个人原来比较自负傲气，读了书渐渐谦和起来，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就有了雅气。一个人拥有获得的灵气越多，戾气就越少，灵气越多，灵性的能量就越强，戾气越少，身体的健康状况就越好。灵气背后的东西，我暂且理解定义为真、善、美。决定真、善、美是否存在的要素，我想可能就是相信的力量了。相信什么，什么就会显现出来。是观察者决定了世界的存在。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信仰的力量决定一个人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相信的力量是无穷之强大。一阴一阳之谓道，保持中道恒。行中道，凡事过犹不及，也不要刻意去追求某一样东西，一切都是工具，一切都是一场游戏。大道至简，一切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灵气是一个人创造力的源泉。当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灵气得到唤醒与恢复，接通天地，连通万物，它就会呈现出生命创造的高级精神品质。在直觉与灵感的引领下，不断生产出非凡的身心作品。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10条快速恢复身心灵气的秘籍。1. 逍遥游。精神自由才能灵气十足，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精神拘泥于有形的东西，要让精神自由自在。
自由往来于天地间，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整个宇宙，这都是你的意识疆域，都是意识自由翱翔的广阔天空。复归于婴儿，因为没有受到偏执意识的污染，婴儿身上的灵气是充足完整的。高手复归于婴儿，就是不断干净纯粹自己，让意识无限接近婴儿灵明通透的自然状态。在婴儿般的天然状态中，身体是自然松弛的，精神是舒展喜悦的，感知力超强。致虚极守静笃，虚下来，完全清空自己，让自己的精神空间变得空空荡荡，变得通透明亮，变得虚实生白。那些符合天道天机的智慧与能量就会自动流进。静下来，精神归位，内观内照，意识就会如镜子一样澄明清澈，如实地呈现出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和天地生机，灵气是需要天地能量滋养的。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向天地借能量，他们自觉调整自己的使命与热爱，使自己的事业符合天地向善的内在意志，与天地的规律和谐一致，在与天地共振的过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补充与气机强化。以万物为用，万物不为自己所有，万物皆可为自己所用。高手练的是管道的功夫，致力于把自己变成一根顶天立地的能量管道。他们空虚自己，光明自己的生命中线，允许一切能量流经，允许万物流经，在顺流中以万物为师，与万物和谐共生。与圣贤神交，高手没有社交，只有神交，因为只有神交才能让一个人灵性充满。圣贤的智慧自带灵性，圣贤的精神生命光明充满，把自己全然浸泡在先贤圣哲的精神频道中，与经典共振，与圣贤神交，一个人就可以快速唤醒自己内在具足的灵气。入灵气之境，看充满灵气的图片，听充满灵气的音乐，闻充满灵气的气息，尝充满灵气的植物，摸充满灵气的物品，进入蓝天虚空，进入远山沧海，通过对自己的五感六觉的自觉管理，让自己的身心进入灵气生发之境，在灵气之境中自觉自在，把动机止于至善。灵气饱满生发的基础是集体的进化，是整体的需要。只有把自己的人生功课与出路建立在为公的基础上，初心纯粹，动机至善，灵气才能源源不断。所以红尘高手与强者都特别重视自己的起心动念，自觉在意念的生发源头修纯粹净化的功夫。心神合一于使命，精神外露，身心对抗，内在灵气就会受到压制。精神归位，意识聚焦，心神合一，把自己的全部精气神都注入到自己的使命热爱中，
注入到当下的身心创造中，全然松弛，全然忘我，内在灵气就会自动自发地运作，引导你进入高维生产空间。10. 坚持日行一善。灵气生长的土壤是良善，是爱与慈悲。一个人一旦觉醒，就会把行善与善行当成生命的自觉，自觉日行一善，自觉种下积极美好的良善种子。意念发动处，语言表达处，行为举止处，处处以利益他人，利益众生为标准，身口意高度合一。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气复苏。愿正能量与你同行，以光为伴，与积极为友，笑迎幸福未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